美军再次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火力的强大。2026年7月19日，波斯湾的水面仿佛被沸腾的航空煤油给点燃。美联社的头条新闻正以秒级速度刷爆全球媒体，因为美军正式启动了名为火速惩罚的饱和空袭行动。据悉，该行动是为了报复数日前美军人员遭遇的流血伤亡而展开，且美军起手就是由林肯号与布什号双核动力航母领衔的超级特混编队，整整19艘主力作战舰艇在波斯湾一字排开。不仅如此，美军中央司令部高级将领库珀中将还神情严峻地向全球证实，海面上不仅有2艘核航母，还塞进了一艘满载1000名陆战队员的2栖突击舰，以及在中东地区调集的数百架战机，这24小时不间断地在德黑兰周边空域盘旋战备。从18号傍晚开始，位于大通布岛的防御阵地就遭到了长达90分钟的波次摧毁。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其地下的武器库与雷达设施也被美军挨个点名轰炸。除了轰击本土，美军也同步展开了防空拦截战。在伊拉克库尔德族自治区首府伊尔比尔，当地防空警报大作。库德自由党证实称，大批朝美军设施袭来的自杀无人机群已被美军部署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悉数击落。美军这种毁灭式打击敌人而自身安然无恙的体系实力再次让人惊叹。不过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美军这次行动是不是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对付一个地区性对手，至于把2座移动的核能城市和19艘战舰全拉出来吗？如果只有一个航母战斗群，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先说结论，我的答案是能。至于为什么美军这次非要摆出双航母的掀桌阵仗，答案就在后面的视频里。要聊航母的战斗力，我们不先聊聊它有多贵，你或许根本无法理解那种暴力美学的厚度。那么你知道美军一支航母编队和其简简单单出门晃荡一圈要花多少钱吗？我们以最新的福特级航母编队为例，首先是核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一艘裸船的采购单价就高达135亿美金，这还没算每年12亿美金的保养费，平均到每天只要它一睁开眼，大概就有300多万美金，随着螺旋桨的波浪直接打水漂了。一天的损耗就能顶上2位顶级 NBA 巨星1年的护理费用。目前美军的福特级航母正在逐步换装中，除了已经退役的福特级2号舰肯尼迪号预计明年3月也能正式加入序列，加上目前充当绝对主力的10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海军至今仍稳坐世界第1海军的宝座。而且航母出门从来不单走，他身边那群保镖也全都是狠角色。像美军单航母编队里通常会有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别看他们船体老，但那是经过多次升级，浑身长满盾的移动防空指挥中心，2艘加起来价值近40亿美元，还有2到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最新的伯克3型单价就高达24亿美金，这几艘保镖加起来又是大几十亿。而在看不见的水下还潜伏着2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这又是63亿美金，再加上补给舰和杂七杂八的电子侦察船，光是这支护航舰队的铁疙瘩总身价就能轻轻松松突破280亿美金。而且别忘了最关键的，航母本身只是个移动机场，真正负责杀敌的是甲板上的舰载机联队。美军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通常会装配24架 F-35C 隐身战机，24架大黄蜂战斗机，5架电子战飞机，5架预警机，以及几十架各种型号的特种直升机。这一窝金乌鸦的总造价接近80亿美金，算下来，一个福特级编队齐装满员开出去，总身价至少有362亿美金。很多兄弟可能对362亿美金没概念，对比一下，2020年法国1年的国防预算也就415亿美金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只要派出一个航母编队，其蕴含的财富和战斗力就顶得上半个欧洲强国的全部家当。这买卖，全世界目前确实也就这一家能玩得转，也是美军维持全球绝对力量的定海神针。那么问题来了，花了这么多钱堆出来的黄金之城，难道只是为了显摆自己家底厚吗？当然不是，航母战斗群的作用很多，主要任务是袭击陆上重要目标，夺取海区制空、制海权，打击海上舰艇编队，投送兵力，支援登陆作战，实施封锁，保卫海上交通线，炫耀武力，实施威慑等等。而最能体现航母战力的，则是它拥有让你还没看到它之前就先去见上帝的能力。很多人可能觉得，比岛还大的航母在海上不就是个大号活棺材吗？只要导弹够多，不就成靶子了？嘿嘿，当年苏联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在古巴导弹危机时，被美军航母堵在门口，才发现自己被航母无用论忽悠瘸了。
航母作战的核心逻辑只有4个字：以空制海。你要明白，舰船跑得再快也就30节，但在时速几千公里的超音速战机面前，这就跟蜗牛爬没区别。而真正致命的是雷达视野，受地球曲率的影响，无论多先进的战舰，雷达安装在桅杆顶上，顶多也就看到50公里远。而航母出动的预警机，如 E-2D 预警机，一旦飞到万米高空，方圆几百公里的海域就像开了全图外挂一样透明。此外，在实际任务中，航母战斗群通常会待在离敌人岸线1000公里甚至更远的大洋深处。在这个距离上，普通的岸基战斗机挂着沉重的导弹根本飞不过去，飞过去也没油回来了。而如果你派大型轰炸机集群出海，不好意思，人家航母外围几百公里就有 F-35C 在隐身巡逻，你还没发现航母的烟囱在哪儿，雷达屏幕上可能就已经全是致命的导弹警报了。更别提美军那丧心病狂的电子干扰能力，足以搅得敌人整个沿海防御体系天翻地覆，让你真假难辨，只能看着屏幕乱打。总的来说，按照美海军的常规部署，美军单航母编队在执行任务时，会以航母为中心，组成外中内3层防御圈，其中外层为纵深防御区，设在距航空母舰185公里至400公里外。该层内的兵力主要用于编队预警、防空工事、对岸、对海攻击和远程航空反潜。中层为区域防御区，位于航空母舰50公里至185公里处，主要用于防守性防空、对海攻击、区域反潜和电子战。内层为点防御区，设在航空母舰50公里以内，用于自卫性防空和反潜作战。而这次美军在波斯湾摆出的双航母战斗群，实力只会呈几何级数暴涨，双倍的驱逐舰、双倍的核潜艇、双倍的预警机和电子战机。这时候的航母战斗群就像是一个拥有无限体力的顶级刺客，他今天在东边捅你一刀，明天在西边扇你一掌，他打累了，弹药没了，就往深海里一钻，利用广袤的大洋玩隐身，你根本抓不住他。等补给舰给他喂饱了，他再回来接着揍你。这种绝对的战场主动权才是航母最强的地方。或许你会不服气，说摧毁航母可以用潜艇啊，偷偷摸摸过去给他一鱼雷，不就完事儿了？兄弟，还是那句话，你以为美军航母周边那几艘护卫舰和满天的反潜直升机是出来郊游的吗？美军航母编队又有整整3层反潜火力网，从水下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到水面的托叶生纳，再到天上的反潜机，想在几百个专业捕鱼手的眼皮底下偷走最贵的那条鱼，那难度不亚于火中取栗。而且就算你真的运气爆表，真的有1-2枚导弹突破了宙斯盾的层层拦截，打中了航母，你觉得它就会沉吗？想要击沉一艘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那真的是属于地狱难度的任务。这玩意儿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扛揍2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就拿尼米兹级航母来说，它的船体内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水下蜂巢，全舰被分成了2000多个独立的水密隔舱，还有多层防御雷隔壁。即使你用鱼雷把其中几十个舱室炸穿了，海水灌进来，也就跟人在大海里滴了几滴墨水一样，只要剩下的舱室是密封的，这艘巨舰依然能稳稳地飘在海面上，甚至还能维持基本动力。在2005年时，美军自己做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击沉实验，他们把退役的8.4万吨美国号航母拉到大西洋，用各种先进武器当靶子打了整整25天，从空中轰炸到水面鱼雷，再到水下地上爆破。这艘老兵在经历了近1个月的狂轰滥炸后，才缓缓沉入海底。这种抗沉性确实让人绝望。但也正是这个实验，让很多人产生了一个误区，以为打不沉航母，它就是无敌的。其实，现代海战根本不需要彻底击沉这堆钢铁。我们要纠正一个观念，航母的战斗力不在于它沉不沉，而在于它能不能起降飞机。只要1枚反舰导弹炸毁了飞行甲板，或者1枚小型无人机摧毁了那个脆弱的电磁蒸汽弹射器，甚至是精准命中了那个高耸的舰岛指挥系统，这艘价值300多亿美金的吞金兽就会在瞬间沦为一条没有反抗能力的海上死鱼。没有了飞机的航母就像是被拔了牙的老虎，除了能挡子弹，基本就是个昂贵的浮标。所以现代反航母战术的核心已经从击沉演变成了瘫痪。但即便如此，想要突破那层层叠叠的防御圈去瘫痪它，依然需要一个国家动用倾国之力的军事资源。目前的地球上能做到这一点的对手，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很明显，伊朗没有这个能力。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军哪怕知道航母有软肋，依然敢在波斯湾同时摆开2座航母阵图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极度的战力垄断下，美军是否真的能像五角大楼宣称的那样，同时打赢2场战区战争？
美国国防部曾放言，现役的11艘核动力航母是他们同时打赢2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战区战争的最低标准。从出动效率来看，美军已经将尼米兹级的舰载机日出动能力提升到了惊人的240架次，而最新一代福特级更是号称能达到300架次以上。试问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空军本土基地能具备在海上维持这种高强度打击的作战能力？从数据上看，五角大楼的豪言确实有底气，但航母战斗群并不是万能的神，它的强大是建立在一套极其依赖外部的脆弱体系之上的。航母所有的远程火力都离不开卫星导航的定位、卫星通讯的指挥以及全球海外基地的补给。在真正遭遇体系健全的顶级大国时，一旦对手具备致盲卫星、截断数据链或者打掉海外基地供应链的能力，航母编队就会瞬间从开挂盲打降级为闭眼摸黑。而且航母最怕的其实不是战场上的硬碰硬，而是那高昂到让人窒息的成本。一个编队一天的消耗就是几百万美金，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如果拖成持久战，哪怕是美国的家底儿也会被烧得心疼。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在目前这个时代，航母依然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复杂的单体武器系统。它不仅仅是一堆钢铁和导弹的堆砌，它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战略逻辑和投送能力的极限展示。就像开头提到的2026年波斯湾局势，美军只需要把战舰横在那儿，哪怕一炮不发，全世界的石油交易员、地缘战略家乃至普通百姓的神经都会跟着那艘巨舰的波纹打颤。好了，今天关于航母战斗群的实战我们就聊到这里。航母的暴力美学值得我们反复揣摩。如今美国已经摆开阵仗且启动了战时护航，伊朗革命卫队虽强硬声明荷姆兹海峡将关闭直至美军撤出，那么战事会如何发展？欢迎大家积极留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